藏在灵阵里边的宝藏就是我们的了。到时候我们将宝藏平分，绝对是一桩大造化呀！我听说只有灵文师才能够对付灵阵，莫非卢老还是一位灵文师？小兄弟倒是有些眼力啊！卢老的确是一位世间少有的灵文师啊！世间少有？我怎么觉得你们说的所谓宝藏根本就不靠谱啊？哎，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乱说呀！哼，现在你们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么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加入我们，要么老夫就只能杀人灭口了。哎，小兄弟，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卢老若要杀你啊，你根本就不可能逃掉，不如和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那个宝藏。卢老可是说过，那个宝藏里面的有一种叫做天蚕草的奇物，价值连城啊。天蚕草啊，有所耳闻，听说是一种奇物级的4品灵药，价值上千万玉币。上千万玉币？我可以答应你们一起去探索那个宝藏，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得到的宝物大家要平分，我们兄妹算一份。这就对了。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如果被其他人得到了那个宝藏的消息，我们恐怕就没有机会了。老夫怀疑上古秦族的人来到云梦岭，就是为了那个宝藏中的天蚕草而来。我觉得那个老家伙没安什么好心。放心吧，一切有我。罗老，你之前说只要凑齐了5个人，你就会将地图拿出来的。那是自然，大家随我来。啊，的确是云梦岭的地图。这宝藏标记的这个位置有些偏远呢。没错，那个地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迷雾之湖吧？啊，竟然是迷雾之湖！卢老，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如果你提前告诉我是迷雾之湖的话，我肯定不会参加这次行动的。弟兄说的没错，那迷雾之湖可是云梦岭这一带的禁地，以前曾经有很多的人前去探索，结果都是一去不复返。哎，不用担心，我这把老骨头也知道迷雾之湖的危险，又岂会去送死啊？我之所以敢过去，就是因为我知道迷雾之湖之所以危险，是因为里面存在有可以杀死单元境武者的4级灵阵。但是只要我们按照地图上的标注的路线去走，就不会被4级灵阵攻击，自然就可以来去自如啊！莫非你是不相信老夫吗？啊？说实话，老夫就按照地图上的路线亲自去了一次迷雾之湖。在迷雾之湖的中心有着一座小岛，那个宝藏就在那小岛之上。如果不是因为小岛上面的阵法需要修为相同的5个人联手才能够破掉，老夫早就1个人独吞宝藏了，怎么会便宜你们呢？我没有什么意见，不是有卢老的地图路线吗？4级灵阵又有什么好怕的呀？我说，你这个妹妹的修为不高啊，所以如果有危险的话，我们可不会管她呀。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就把她留在据点这边吧。啊，不用了，我可以保护她。啊，还未请教小兄弟的大名啊？我叫楚尘。罗老，看来你那份地图标注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这一路上走来，几乎都没有遇到过凶兽啊。哼，季小子，老夫早就说过这地图是真的了，老夫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啊！如果地图是假的，一旦遇到了危险，老夫岂不是也会没命啊？卢老说的是啊，是我的错，我道歉啊。大家都是在这云梦岭中混生活的，谁都不容易，得罪之处还望卢老海涵呐！啊，一会儿你抓住我的手，一定别松开，记住了。卢老，我们怎么走啊？那我们就从这里进去，你们一定要紧跟着我，路线不可有任何的偏移，记住了吗？我可丑话说在前头啊，如果你们之中有谁不听我的，到时候一旦出现了危险，我可不会出手救你们啊！大不了回去我再找另外一个单元3重境的过来啊！
卢老，您放心吧，我们都听你的。小姑娘，不如你跟在我的身边，比跟在这个小白脸的身边会更安全一些啊。你是找死吗？小子，你确定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呀？卢老，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因为你需要再找一个单元3重镜的人过来凑数了。哼，好大的口气呀！都给我住手！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啊，等拿到了宝藏之后，你们愿意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谁如果耽误了老夫的事情，就别怪老夫我分脸无情。哼，看在卢老的面子上，我就暂时先不跟你计较。呵呵，希望过一会儿你别哭啊。小兄弟，你别怕啊，到时候你我联手，就算他们2口子联手，也奈何不了咱们。跟紧我，运转真元，我们要踏水而行了。这就到了。哎呀，来到这迷雾之湖的中心，小兄弟还能如此的从容淡定，真是让人佩服啊！哼，佩服就算了，你说的宝藏在什么地方？跟我来。百鬼迷雾阵。灵魂力方面的话，我当年得到的9天神地诀只是个残篇。单元境这一层次修炼结束之后，一旦踏入到天罡境，这门炼魂功法就没有后续的了。暂时先不想这件事情了，希望车到山前必有路。等我修炼到单元7重境以后，再考虑这件事情也来得及啊。就是这里了，这就是卢老你说的藏宝之地。这个地方怎么看也不像是藏宝贝的地方。哼，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莫非你还觉得老夫在诓你啊？没错，这里有灵阵守护，奉劝你们最好别试图去强闯。之前我扔过去一件下品灵器，都化成了齑粉。除非你觉得自己的血肉之躯比灵气还要坚固。卢老，别误会啊，我只是谨慎习惯了。哼，当初老夫找到这里之后，也是研究了很久，才找到了破解这座灵阵的办法。那就是必须5个修为一模一样的人，按照不同的方位站好了，同时攻击这座灵阵。5行绝命阵。卢老，这座灵阵看起来很不简单，你是如何知道破解之法的？你可别告诉我你是一位4品灵文大师啊！小兄弟想多了，我当然不是4品的灵文师啊，但是我是一位3品的灵文师。当初呢，我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这里的地图，还得到了一个叫做5行绝命阵的阵图，其中就记载了破解之法。只是我虽然知道了破解之法，但是方位却不好确定，所以才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最终才确定了5个方位。好了，5个位置老夫都已经标记了出来，只要你们听从老夫的指挥，便可破掉这座5行绝命阵，得到里面隐藏的宝藏。嘿嘿，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这是最后的一步了。想一想，这个地方很多天罡境的强者进来都是有死无生，这里所隐藏的宝藏又该是多么的惊人呐！小心点，那个女人不简单。楚小弟，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小姐姐，莫非感觉出了什么来了？你这小家伙，居然来套我的话。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姐姐，我的确是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个老头没安好心。不过，我看小弟弟你不是寻常之辈，有什么看法可以告诉姐姐吗？小弟我当然不是寻常之辈。姐姐，我很好奇呢。如果你把你的发现告诉姐姐的话，姐姐帮你满意哦。小兄弟，你去那边。我选这个位置吧。
哎，这个位置可不行啊，因为我们5个人需要联手破阵，必须要我来进行安排，稍有差错就会功亏一篑，甚至有可能造成5行绝命阵的反噬啊！到时候我们都要死在这里啊！小子，就说你事儿多，如果你再磨叽，我们就杀了你，然后再找一个单元3重境的人过来。哈哈，行，我不选这个位置就是了。楚小弟，那老头的位置很特殊。我觉得呀，无论出了任何事儿，卢老头的那个位置绝对不会有事儿，毕竟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冒险呢。楚小弟，你可真坏！你是想要让我去跟那老头争夺那个位置，而你坐山观虎斗。不过，姐姐就喜欢你这种坏坏的小男人呢，你可千万别死。卢老，你就赶紧说怎么做吧。是啊，卢老，赶紧的吧，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我这不也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啊？那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就喊3、2、1，我们5个人全力出手，凝聚真元，打向那个洞穴入口的位置。都听懂了吗？好，那我开始数啦，3、2、1。罗春秋，你算计我们！也不能说是老夫算计了你们，而是你们都被贪欲迷住了眼睛，活该要成全了老夫啊！破解5行绝命阵的确是需要5个同境界的武者一起不假，但若是要破阵，就必须由其中的4个人成为祭品。你们放心，等你们死了之后，老夫拿到灵阵里面藏着的宝藏，一定会感谢你们的。你个老王八犊子！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小友倒是镇定，你之前要站在老夫这个位置，应该是看出来了什么吧？可惜呀，你终究不是灵文师，注定要为老夫做嫁衣了。老梆子，你高兴得太早了吧？谁给谁做嫁衣还不一定呢。哼，死到临头了，还逞口舌之力。老夫乃是3品的灵文师，说你死，你就必然会死，就和季庆云那个不知好歹的小子一样。你，很快就轮到你们啦！老东西，我会亲手杀了你的。牛舞般的声音，老夫一大把年纪了，都想要一亲芳泽，可惜你要死了，没机会喽。走开啊！你是什么人？快从我的身体离开！小妹妹，不要那么生气嘛，姐姐只是暂时借用一下你的身体。为什么不是你，而是老夫？哼，老梆子，我早就说过，让你别高兴得太早。3品灵文师并没有什么可了不起的。你以为除了你站着的位置，站在其他4个位置上的人都会成为祭品？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将不会成为祭品的位置修改到了我这边。你楚哥哥，你这样看着人家，人家可是会害羞的呢。狐妖，给我滚出来！楚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凶人家呢？楚哥哥，人家好想让你疼疼我吗？你想对我怎样都可以哦。妖狐，多余的话我不想多说第2遍。离开希儿的身体，我可以饶了你。在我的狐媚之术面前都视若无睹，楚哥哥，你是不是不举啊？还有啊，楚哥哥，人家是有名字的，我叫胡小玲，你也可以叫人家小玲玲啊。你姓胡？看来你不是后天觉醒灵智的狐妖，而是与生俱来的妖狐一族。狐族论资排辈上中下，你是哪一等啊？你竟然如此了解我们狐族？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主动离开仙儿的身体，我就饶了你。不然的话，就算是拼着会伤到了仙儿，我也会把你揪出来。到时候，我可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手下留情。我只是在用他的身体，等我凑齐了重塑身体的材料，我自然就会离开。看来你是不听我的了。单元7重进，黄金巨象之力。就算是单元7重进，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什么？你居然还认识人皇印？人皇之威，可震苍天，可驾驭万千灵纹，亦可镇压一切。你既然知道，就应该明白，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你若杀我，你的仙儿也会死的，因为我和他的灵魂之间建立了共生契约。激怒我，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保证，只要凑齐了重塑身体的材料，就解除共生契约，离开这个女孩的身体。这总可以了吧？你最好别跟我耍任何的手段。仙儿，若是因为你出了任何的事情，我必然会让你追悔莫及，甚至让你整个狐族都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你口气倒是很大，你知道我们狐族是怎样的存在吗？哼，上古18妖神，9尾狐仙排名第3，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狐族的实力。你既然知道我们狐族的强大，还敢说出让我们狐族付出代价？妖族寿命远超过人族，那胡13应该还活着吧？你知道13族？看你的年龄也就10几岁，你竟然知道了这么多。我知道的远超过你的想象。将来你若是回到狐族，去问一问胡13，可还记得屁股上的那一脚是谁踹的？你开什么玩笑？13族是何等强大的存在，在我们妖族之中，也足可被称之为活化石一般。谁能踹他老人家的那个？岁月悠悠，300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也不知道胡13那小子的心里还有没有阴影了。你要进去？我感觉这个洞里面阴森森的，不是什么好地方。如果你要进去的话，就自己进去好了。你们狐族还未开启灵智之时，就是住在洞里边，你还会怕黑？你疯了吗？如果这个洞穴的深度很深，我们2个都要被摔得粉身碎骨的。哼，有我在，你死不了。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狐族那么多的事情？你在狐族是什么身份？上中下3等，你属于哪一等？能不能解开我灵魂的镇压？不能。告诉你也可以。实际上，我是狐族的上等族人。只要你帮我凑齐材料，重塑身体，将来等我回到了狐族，一定会报答你。哦，那么你要怎么报答我呢？好处肯定多多。我们狐族传承自上古，收藏有很多人族的顶级功法和战技，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介绍我们狐族的女子。要知道，我们狐族的女子每一个可都是绝色妖娆，不是你们人族的女人能比的哦。我倒是觉得你就挺不错的，不如我帮你重塑身体，以后你就跟着我，当我的小媳妇如何？哼，就算是我给你当小媳妇，你有这个本事销售得了吗？哼，不就是狐族采阳补阴之术而已吗？妖族中的女妖大多都会这么一招，但是你想要采补我，还差得远呢。谁说要对你采阳补阴了？我的意思是，我在狐族中的身份比较特殊，如果被族人知道我给一个人族当小媳妇，你会被追杀得很惨哦。看来你的来历很不一般呢。不过我才不怕你们狐族的追杀，你就等着以后给我当一个暖床的小丫鬟吧。你太过分了！怎么着？你还不乐意啊？能当我的暖床小丫鬟是你的荣幸，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才对啊。我怎么才发现你这个人的脸皮居然这么厚呢？
你信不信将来只要我一句话，你们狐族的老祖宗就会命人把你拖得干干净净的，放在床上给我灵性啊？呸！上古传说中的紫霄宫，宫？这明明是一座道观，哪里像是一座宫殿的样子？紫代表着紫气，代表尊贵；霄代表云霄之巅，彰显的是身份；宫代表恢宏与博大，代表的是地位。在上古时代的传说当中，紫霄宫就是一座道观，而且紫霄宫也是世人对它的称呼，代表了对这座道观主人的尊敬与敬仰。这道观看起来很普通啊，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这种普通的道观，外面随便就可以找到很多，好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紫霄宫，但是你见过会发光的道观吗？在上古的时代，紫霄宫就存在于传说之中，因为传闻比上古更久远的时代，整个天地都被黑暗所笼罩。坐落于9天之上的紫霄宫坠落，自此消失无踪，成了传说。我们离开这儿。太恐怖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逃不走了，怎么办？不要慌张，一定有离开的办法。上古传说紫霄宫走出过4个人，而这4个人无一不是屹立于上古最巅峰的存在。传闻紫霄宫中隐藏着武道的起源与最终极的奥妙，谁若是能够有缘进入，出来之后便可成为比肩4圣的人物。这里太诡异了，你不会是要去探索那座道观吧？如果你能找到离开的办法，我不去也可以啊。不去不行吗？我有种感觉，我们如果进去了，恐怕会死在里面。狐族对于危险可是有着最敏锐的灵觉。我说这还没去呢，你能不能别说丧气话呀？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这片区域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笼罩，形成了立场，以你和我的实力根本无法强冲出去啊。所以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进入道观，或许可以从这个道观中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不，我不想去。这是什么情况？不会是有妖怪吧？喂，你就是个妖怪，还会怕你的同类啊？那这是因为道观散发出的特殊气息形成立场，类似于领域的特性，影响到了这片区域的空间。就比如说，原本只有1米的空间被放大到了100米，也有可能将原本100米的空间被压缩到了1米，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也是空间之力的特性。你一个才10几岁的人族小屁孩，竟然连这些都知道？清净无为，指的是一种心境。任何人若是在修行之时，如果可以进入清净无为的状态，就更加容易领悟一些过去难以领悟的东西，也就是俗称的顿悟。很多人会在偶然不经意间进入那种状态，从而得到顿悟的机缘，修为甚至一次性就能进阶好几个层次。但是这些人呢，有可能一生都不会有第2次进入顿悟的机会。而绝大多数的人呢，一辈子都不见得能有进入顿悟的机会，所以这种状态和心境都是极为难得。传说如果有人可以达到真正清净无为的心境，那么他就等于时时刻刻都在顿悟的状态。有人达到过那种境界吗？连你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了牢笼。上古之后，天地就成了牢笼啊！喂，你还会怕鬼啊？你们狐族的狐仙附体之术，不就是鬼魂般的手段吗？啊？谁说我怕了？别过去啊！我认识你，当年的你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被誉为上古万年之后，最后希望成为真神的天才，最终却是死在这里了吗？他是谁？剑神徐天阔。什么？竟然是他！
狐族中的古籍记载有这么一个人，据说在数万年前的那个时代，他天下独尊，被称作是上古之后最有希望成就真神的人。你在某个地方，莫非看到过剑神徐天阔的画像吗？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你才看到他就认出来了。徐天阔是我第4世时的人物，后来我第5世转世轮回之后，便听闻徐天阔失踪，并未有他成就真神的传闻。没想到他竟然陨落在这儿，连一具尸骸都没有留下吗？你的眼睛就是难，久闻成，久转如登天。9世纪，却不是终点。刚才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走吧。你能看到这里的路？这条青玉石路会通往何方？不管它通往何处，你我都没有第2个选择。这座碑体上面写了什么？这上面什么都没有，你还盯着看做什么？你看不到？莫非你能看到什么？我如果可以看到，还会问你吗？这里真的是紫霄宫？他们必然是在紫霄宫得到了什么。我说，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们一起进来的，如果有什么发现，你可不能隐瞒啊。紫霄9篇蕴含9道混沌气，每一道混沌气都代表了其中1篇。那么我所得到的这一缕混沌气中蕴藏了什么呢？我们出来了。你要是不想出来，我可以送你回去啊。别，千万别！飞走了。可惜我只是得到了一缕混沌气，按照设想中的话，应该还有4道混沌气，在那个金色碑体之中。你打算如何处置我？离开心儿的身体。但是我如果离开了素体，我的灵魂就会如无根浮萍，很快就会消散在天地间，我可不想死。我很好奇呀，你的肉身是怎样被毁掉的？或者说，你有可能就是狐族的叛徒，正在被狐族追杀。你不要乱说，我可是13族的嫡系后人，怎么可能是狐族的叛徒？狐13是7尾的妖狐，他的嫡系后人怎么可能只是一只3尾的小狐妖呢？我从未说过自己是3尾狐妖，实际上，我的确被追杀。我为保命，修为跌落，所以才只剩下了3尾。狐族的违命之术？哈，这么说来，你倒是不简单呢。据我所知，只有5尾以上的狐妖才能够施展这种秘术，以失去一条尾巴修为跌落的代价，可度一次死劫。你现在的修为是丹元境，那么如果你是5尾狐妖的话，你曾经的修为就是天罡境。如果是6尾狐妖，修为最起码是天罡4重境，7尾的话就是天罡7重境以上了。我说的可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哼，我所知道的远超你的想象。我给你一个选择，以黑曜晶作为载体，可以让你恢复魂力，将身体还给仙儿。你有黑曜晶，这是可以用来养魂的奇物，价值连城。真的是黑曜晶？就算是黑曜晶可以养魂，但若无法重塑肉身，终究还是无根浮萍。你以为重塑肉身很容易吗？如果你是天罡境的修为，最起码也要7品素体丹。你遍寻整个西玄之地，也找不出几个能够炼制7品素体丹的人呢。哼，我不可能让你一直都占据我朋友的身体，所以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余地。你若是激怒了我，等我解开共生契约之后，后果你自己去想。这样吧，只要你肯离开我朋友的身体，我就让你进入黑曜晶中进行养魂。如果我找到了给你重塑肉身的宝物，便会帮你重塑肉身。我可以信任你吗？很不好意思，你似乎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不过我这个人轻易不会答应别人什么事情，而只要是答应了，基本上都会做到。我答应你，希望你能信守承诺。我可以控制身体了。以黑曜精养魂，你的灵魂力会逐渐的恢复，在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入主仙儿的身体，这样你们两个都等同于有了自保能力。你这家伙是要让我给这个小姑娘当保镖吗？听我的，对你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你这人也太霸道了，小林姐姐，没有我的同意，你可不能随便再抢我的身体哦。放心吧，你以后就将黑曜精随身携带，需要的时候我们之间可以用灵魂力进行交流。好的。可惜没有找到天蚕草啊，仙儿，你跟着我闯荡，以你的实力还是太弱了一些，所以你需要尽快突破到单元境。有我的指点，大概也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突破了。2个月我就可以突破到单元境吗？你服用过洗髓丹，资质提升到了凡人的极限，加上我传授给你的功法，别说只是区区的一个单元境啊，将来就算是修炼到了天罡境、战灵境，甚至是涅槃境，对你而言呢，都不是什么问题。这岂不就是说，将来我以实地战尊诀淬炼肉身，便相当于是加强版的实地战尊诀了？原本我也只是打算练就五行之体，如今有了这一缕混沌气的辅助，或许我有那么一线的可能，将来练就出更加强大的体质啊！按照这个样子修炼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够横扫整个单元境无敌手了。接下来就是去猎杀蝎虎和月狼了。你猜的没错，我就是那个失踪的狐族公主。你竟然是狐族公主？啊，难怪你懂得施展狐仙附体之术，还懂得共生契约之术，还有违命之术。如果你愿意把我送回去的话，狐族不会亏待你。哼，不好意思，我对你还没有那么的信任，我更担心把你送回去之后，我和贤儿都有可能回不来了。现在你应该跟我说一说，你是如何受伤，肉身是如何被毁掉的吧？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可以告诉你，在前段时间，妖族的大祭司预言龙神体魄问世，龙神之魂将要重现人间。于是龙神宫上下震动，因为我与龙宫圣女亲如姐妹，所以就跟着她一起来到了西玄之地寻找龙神之魄。但是在我们刚来到西玄之地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的，上古秦族知道了这件事情，提前埋伏，于是我们被上古秦族的人埋伏暗算了。一开始我也只是受伤，并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与我情同姐妹的龙宫圣女却偷袭了我，毁掉了我的肉身，夺走了我的本命精血。如果不是因为我练成了伪命之术，以失去尾巴跌落修为的代价逃走，可能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敢去找其他的妖族同伴，因为我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叫做侯小玲的女人，然后就以狐仙附体之术控制了她。你现在让我送你回去，是因为你的爷爷来了？是的，我不相信其他的人，但我爷爷绝对不会害我。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只要你带我找到我爷爷，我保证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丰厚的报酬。哼，我还是那句话，我对你没有足够的信任。听说了吗？秦族长老陨落，让上古秦族震怒，已经有大批的强者进入大周皇朝，要斩杀狐族强者呀！狐族的传承那也是起源于上古，甚至比秦族的来历更加的久远。据说杀死秦族长老的人是狐族的上代族长，1000年前纵横天下，威风无量啊！上代狐族之主再厉害，这里终究还是西玄之地，那是上古秦族的地盘，那是龙来到这儿也得盘着，是狐也得趴着呀。将要有一场大风波呀，
妖族与上古秦族的恩怨，传闻在上古就已经存在了，彼此争斗了数万年，代代相传。唉，巨擘级的争锋不是我们所能够触及到的层次啊。说的没错，任何一个时代能被称之为一方巨擘的，皆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啊。比肩上古巨擘，看来狐族上一代的这个狐主还是有点本事的，放在当世也算是少有的强者了。那是自然，我爷爷身为狐主时，当时能与他争锋之人寥寥无几，未曾有过败绩。千年岁月之前，比肩上古巨擘，活到当世还能出来蹦跶，我是真羡慕你们妖族的寿命啊！龙魂战灵，是龙神宫的人，快走！逃啊！他的目标是你，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你差点害死我们！你大爷！仙儿，你我分开走。被锁定了，小狐狸！我如果被你害死了，你就跟我一起陪葬吧！龙神宫的人真是好大的威风，西玄之地可不是你们妖族能撒野的地方。阵势战灵，他是寻你而来，看来那个龙神宫的强者手中存在有可以感知灵魂体的宝物。你要做什么？我是在救你。哼，如果你有意见的话，我可以把你丢下。我相信你。仙儿，希望你不要出事啊！只能先避避风头，然后再来墨雨城找寻仙儿的踪迹。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早就已经死了。哼，你不需要谢我，救你只是顺带。当时在墨雨城的时候，如果将你丢下就可以活命，我会毫不犹豫的就把你丢下。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如果将来我还有机会回到狐族，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很抱歉，因为我的缘故，牵连到了仙儿妹妹。仙儿很聪明，所以她不会有事的。如果你真的感觉愧对仙儿的话，将来有机会就多照顾照顾她吧。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寻找蝎虎和月狼。先在附近找个地方落脚吧。嗯？你的炼魂功法？啊，你先说吧。我们狐族有一门炼魂功法，名为玄冥菩提诀。2000多年前，13族在外游历，探寻一座古老秘境，几乎于九死一生，得到了一段残缺的功法。那是一段残缺的炼魂功法，根据证实，是上古时代就失传的9天神地诀残篇。只可惜那炼魂功法太过于残缺了，只有天罡境这一个境界的修炼之法。后来13族耗费了900多年的时间，以9天神地诀的残篇为核心进行补全，这才有了玄冥菩提诀。哼，胡13的本事不小啊！13族可是我们狐族的奇才，以他老人家的天赋资质，如果是出生在上古的时代，说不定已经成为真神了。那么，你又是修炼的什么炼魂功法？为何在你我一起运转炼魂功法的时候，会出现灵魂力的共鸣？因为我们的功法同出一源呢。我的炼魂功法也与9天神地诀有关。你的炼魂功法也与9天神地诀有关。哎，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互通有无。这玄冥菩提诀是我们狐族的不传之秘，没有13族的允许，我不能和你交换。喂，你想多了，我对你们狐族的玄冥菩提诀并没有兴趣。毕竟那是你们狐族的功法，也更适合你们狐族修炼，并不适合我。我只要你们狐族玄冥菩提诀中关于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而我呢，会将9天神地诀的单元篇拿出来与你做一个交换。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狐族的传承，所以必须经过13族的同意才可以。哼，你觉得胡13会和我这个单元境的武者公平交易？你若是不想交换就不交换，何必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呢？
我没有要害你的意思，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知道什么叫做信任吗？你闻到了什么味道没有？你也闻到了。你是灵魂体，根本就没有嗅觉。这到底是什么味道？竟然让身为灵魂体的我都能闻到，太神奇了！是天香果。天香果？什么？你说这是天香果的香味？没错，这种香气正是天香果独有的香气。我可以拜托你帮我拿到天香果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好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天香果在瘴气的深处，我不想去冒险。楚尘，算我求你了好吗？这对我而言很重要，就算是将来我能回到狐族，也不可能找到比天香果更好的东西来重塑肉身了。只要你帮我找到天香果，我愿意用9天神帝诀的天罡篇做交换。一言为定。你走吧。有人来了。几位师弟师妹，这个地方很邪门，你们跟好我。我手上有霹雳雷火阵的阵图，这种灵阵需要我们7个人联手才能够发挥出威力，正好克制妖邪之物。放心吧，师兄。师兄，我们都听你的。是啊，师兄，没想到这里竟然有天香果，如果得到的话，我们可就赚大了。哼，我之前就说过这里有宝物，你们不是还不相信我吗？哼，哎，师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雷火阵图？什么？你该死！没有击中。哼，就凭你这小鬼，也想破开我的护体罡气？无极真是！哼，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右手是傀儡假臂的话，你早就该死了。逃！太恐怖了！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禁忌吗？哎，我可是用命换来的这颗天香果。谢谢你。先离开这里再说。你终于醒了。将9天神帝诀的天罡篇交给我吧。奉劝你最好别耍手段。如果你给我的东西是假的，哼，那么你就别想要天香果了。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吗？你是不是这种人我不知道，但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做傻事，不然的话，后悔的只会是你。哼，希望你能信守承诺。你很聪明，没有给我假的功法，是很明智的选择。哼，我不是那种人。哼，你有没有想过给我假的功法？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天香果我会信守承诺给你重塑肉身，不过想要重塑肉身的话，仅凭天香果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几种药材来辅助。只是相对来说，其他的材料比较容易找到。你知道如何熬炼那种药剂？你想什么我很清楚，药剂我会帮你熬炼。你还是一位医师？难道说这家伙是一个全才？古道天赋惊人，还兼修了灵文和医道之术。是了，云梦岭这边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天玄宗没道理不派人来呀。公子，我们又见面了。第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来无影楼调查过我？有。前不久呢，有一个女人来无影楼问过你的事儿。至于具体更多的信息，我就无法告诉你了。这个只是属于最低级的情报。第二个问题，我想要知道仙儿的下落，就是之前和我一起过来这里的那个小姑娘。她被秦族的人带走了。为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情报了，不过这个情报涉及到了上古秦族，所以要归入到上等情报之中，价值10万上品玉币。我为你熬完药剂之后，我会把你留在这里重塑肉身，然后我就会直接离开。至于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再管了。可以，虽然这是一场交易，但还是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没命了。我说过，你不需要谢我。既然是一场交易，你就不用觉得欠我什么人情。哥哥，青儿，不要伤害我哥哥，不要伤害父亲，求你们，求你们！青儿，放心吧，青儿，将来我会亲自去一趟穆家，那些老女人谁敢拦我，我就屠了谁。你是什么人？是你救了我。不然你以为是谁救的你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需要道歉，这点小伤还不算什么。这是4品回春丹，可以让你很快恢复的。是你？切，这种垃圾的丹药我才不吃呢。垃圾？这可是中等回春丹。上等的还勉强凑合，中等的就算了。哎，看来你们穆家和天玄宗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医师啊，竟炼制这种垃圾丹药糊弄人。你到底是什么人？哎，你是怎么受伤的？我是被妖族的人所伤。最近上古秦族和南玄妖族开战，我们天玄宗是站在上古秦族这边的。原本我和许多同辈的人跟着一位前辈一起行动，但却遭遇了一位妖族的强者。啊，上代狐主。如果是上代狐主那样的巨波，我也不可能活着逃掉。是一位妖族的大妖，为战临近的强者，来自龙神宫，曾在墨雨城中出手，造成了很多人族午休的死伤。那个龙神宫的大妖太强大了，跟我们在一起的前辈也是战临近，却被他一掌打死。如果不是我有一道师尊送我的灵纹，我也难以逃出升天。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带？我叫做楚灵天，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才来到这里。你姓楚？哼，这很奇怪嘛，天底下姓楚的人很多啊，秦国就有不少啊。你不是秦国楚家的人？哼，你觉得一个小小的秦国家族会有天罡6重境的强者啊？哎，你有什么打算？我需要去找天玄宗的长老会合。以云梦岭为中心的这一带有很多妖族的强者出没，一旦遭遇，必死无疑。我很感谢你救了我，这枚纳戒就送给你吧。你如果和我走在一起，会很危险。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护送你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更方便行动。我已经说了，我来护送你，其他的就不要再说了。难道这个人对我有想法？有人触动了我的灵阵，离开这里。妖族，快走！是妖族的人。火焰之力，凶兽没有灵智，可不会管你是人族还是妖族。走。是闪电雕，他的速度惊人，我们已经闯入了他的领地，赶紧离开。他并没有发现我们。你要做什么？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闪电雕的巢穴就在附近。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他留下的爪痕。实际上，闪电雕并不是为了用爪痕来宣告这片区域是他的领地，而是只有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才会以这种方式警告其他的生灵，禁止踏入这片区域。那么，一旦被闪电雕发现，我们就是自寻死路。后面的人难以甩掉，所以只能是兵行险招。放心吧，我有把握不被闪电雕发现。而那些妖族的家伙，可就没有这个本事了。我的天！
是幼年的闪电雕，而且明显刚出生不久。喂，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去打这些小东西的主意。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给你弄到更好的受宠。他们肯定就在附近。哎，那是什么？这闪电雕的巢穴。你也擦擦脸吧。你的手，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就要为这个道歉。我记得在胡家的时候，你的双手完好。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只是一条手臂而已，无需在意。或许下次相见，我的手臂就能完好无缺了。你说的也对，五品丹药之中有一种叫做再生丹的丹药，服用之后可断肢重生，只要肢体残缺的伤势不超过1年就可以。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会向师尊请求，为你求一颗再生丹。不用了。为什么？师尊很疼我的。虽然再生丹很珍贵，但是以天玄宗的底蕴，拿出一颗还是不成问题的。看来你在玄天宗待的还算不错。是啊，我身后有什么吗？是他。没错，就是他。那只小狐狸在哪里？你若是想要知道的话，就放他离开。你可以走了。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的耐心有限，快走！我不走。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似乎很在乎这个女孩。小心！告诉我那只小狐狸的下落，不然我立刻杀死它。放开他！如果你敢动他半根汗毛，我就扒了你这条泥鳅的老皮！哼，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的骨头倒是很硬，即便是在妖族之中，丹元境内也没有多少人有你这么坚固的肉身。看来你的体质非同一般呢。任你用什么手段，如果你不放了他，我是不会告诉你那只小狐狸的所在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最多再有不到1天的时间，小狐狸就会重塑肉身。到时候，你们龙神宫就等着和狐族大战吧。看来你知道了一些你不该知道的事情啊。身为战灵境的强者，却如此欺凌我们2个晚辈，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位秦族长老的麻烦？墨玉城中，你不是他的对手，就来仗着修为欺负我们2个小辈吗？我记得你是穆家的小丫头，就凭你这句话，有机会我会去找你们穆家的家主，他与我一样都是战灵境，我会亲手斩了他。你不说也无所谓，我可以搜索你的记忆，同样也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是婉仪，是她来救我了。战灵境的午休，一旦全力出手，起码也能够波及方圆100里之地。婉仪不会有事吧？放心吧，龙神宫的那老东西战灵受损，不是穆小婉的对手。你竟然知道婉仪的名字，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是谁？我说过，我是楚灵天。我觉得你不是楚灵天，你我素不相识，你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哼，莫非我对你不好，你才会觉得理所当然呢？不，你说谎。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呀，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你我只是萍水相逢，你或许认为我对你很好，但是对我而言，也只是顺手救了你而已。我对别人也是这样的。我真的认错人了吗？是的。我们走吧，穆小婉应该可以拦住那个老家伙。若我能踏入战灵境，
便是我登临穆家之时。2头闪电雕居然都没能杀死你们，杀了他们！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小心，是4级灵纹，转身之术。你带着我，有可能我们2个人都无法逃掉。我说傻话，我会将你送到安全的地方。你真的不是他吗？你不要管我了好吗？如果你自己逃的话，你肯定可以逃掉的。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一个人族，竟然体力比我们妖族还强。我们从山林中出来了。你救了我的性命，我要报答你。你和我一起过去吧。算了，你我只是萍水相逢，或许将来不会再有相见之日了。若真是萍水相逢，你为何拼死救我？拼死救你，我并非是救你，而是自救。至于救了你，只是顺便。你不要走，你回来啊！你给我回来啊！青儿，我会回来的，但不是现在。将来我若归来，昔年伤害我们一家人的罪魁祸首都将付出应有的代价。我若归来，纵举世皆敌又有何妨？我若归来，这五玄之巅任我登临。我若归来，试问这天地之间，谁与争锋？既然来了，何不现身呢？还是被你发现了。你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你是已经决定好了要做我的女奴了啊？你太放肆了！虽然我不杀你，但就不会容忍你一直都在我面前放肆。谢谢你救了青儿。哼，我出手救了我自己的妹妹，需要你来谢我？哼，你的玄天忘情录似乎修炼的有所不同啊。据我所知，玄天忘情录乃是上古时代流传的一门功法，一直到天罡境的修炼都和其他的功法没有天大的区别，最多就相当于是一个地阶上品的功法。而一旦凭借着玄天忘情录修炼到战灵境，那么就会进入一种忘情的状态，忘掉心中的一切情感，而没有了情感的枷锁和束缚，便可以将这门功法发挥到堪比地阶极品功法的程度。甚至于忘情的越是彻底，功法的威力就越是强大。如果彻底的忘掉一切的情感，达到太上忘情的境界，可以将这门功法发挥出比天阶功法还要强大的威力。然而这种说法却是对玄天忘情录这门功法的错误认识，太过于片面。实际上，玄天忘情录这门功法的修炼有2个方向，忘情这2个字也有着不同的定义。忘掉一切情感，追求太上忘情的境界，化身成为无情之人，只是其一。还有一种境界，则是将忘情这2个字理解为忘乎所以的情感，是对情感全身心的投入，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与太上忘情是2种极端。一个斩断情缘，忘却情感；一个用情至深，忘我无我。所以我觉得玄天忘情录这门功法应该叫做玄天无情录，亦或者是玄天有情录才对呀。你与其他的穆家人不同，你修炼的是有情之道。如果你是修炼的无情之道，你早就直接杀了我了。你的心中有情，也正是因为有情，所以这些年来你的内心都饱受自责和愧疚的磨难和忏悔。这么说，我有情反倒是我的弱点了。你乱摸什么？你的手是谁做的？你告诉我，我去杀了他。我不需要你帮我，穆小婉。无论当年的事情你到底是有多少的无奈，但终究是你带来了穆家的人，毁掉了我的童年，毁掉了我的家，让我和父亲与母亲妹妹分开了多年都无法相见，只能彼此思念。
我可以不怪你，但这是你欠我的。不要犯傻了好吗？凭你一个人也是无法与穆家抗衡的，更何况如今的穆家已经和天玄宗联手。你错了，无论是穆家，亦或者是天玄宗，都无法阻挡我的脚步。如果说我说让你给我做女奴这句话伤到了你，那么我可以改一改。这辈子你都只能做我的女人，你毁掉了我的童年，就要你用一生来偿还。天蚕草已经到手了，只要找到蝎虎和笑月狼，便可以凑齐材料炼制天虎笑月丹。这一次我看你如何逃。你若不逃，那再好不过。实际上我最喜欢追杀猎物的快感，而你的体质似乎很不一般，我会好好的研究一下。我在前面跑，你在后边追，不是遛狗是什么？只要让我抓住你，我会一寸寸的拆开你的骨头，撕开你的内脏。你就尽情的逃吧，追踪杀死猎物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你逃不掉的，你的肉身很强，即便是妖族也不见得有你这么强横的身体。我对你的体质很感兴趣，隐匿气息的本事倒是不错，但只要是被我们风虎一族盯上的猎物，从来就没有能逃得掉的。嘿，找到你了，灵纹之阵，4品的灵纹师，这怎么可能呢？你越是优秀，我就越是应该杀了你。扼杀人族的天才，便可以让你们人族未来少一个强者，我妖族才有崛起的机会。你不会有任何的机会，人族将失去一个天才，而我们妖族将在未来少一个强敌。哼，任你再如何的天才，死掉的天才屁都不是。什么？一切都将落幕了。落幕的人可未必是我呀。是吗？这混沌气可真够逆天的呀。水火之力，没想到你区区一个单元境的武者，竟然还掌握有这样的手段。哼，你这一招虽然不错，但是却伤不到我，而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手段。你若是施展第2次，将不会对我有任何的作用。对了，还有你那具有灵魂攻击的招数，对我也没有用，因为我的灵魂力比你强大了太多。看来你已经认命了。哼，是吗？天罡境的风虎妖体也不过如此。这到底是什么火焰？哼，麒麟圣火，滋味不错吧？什么？麒麟圣火？你是如何得到的？难道说你不为别的，就因为你曾经追杀我的妹妹，你的结局就只有死？这片区域太危险了，妖族时而出没，我未必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乍一看起来倒是挺唬人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开了天眼呢。你们听说了吗？秦族传出消息，说是要寻找到一个少年，这画像都贴出来了。秦族与妖族大战，找一个少年做什么呀？谁知道呢？以秦族的地位找寻一个人，必有深意。据说奖励很丰厚，若是能够提供线索，可以得到300万玉币的奖励哟。哎呀，不愧是上古秦族啊，真是财大气粗啊！300万玉币的悬赏啊！说不定就在我们这个小镇里边。这样的少年不多见呐，大家快去找找啊！小子，你戴着个斗笠做什么呀？摘下来看看。此人虽然戴着斗笠，但是给人的感觉应该很年轻啊。他会不会就是秦族悬赏的那个人呢？你大爷！小屁孩，是你推的我？说我小屁孩，就好像你多大似的，听你的声音也就10几岁。本公子现在非常怀疑，你就是那个秦族要找的那个人。我觉得你才是秦族要找的那个人，是不是用了什么易容的手段啊？哼，好强的力道！这个锦衣少年，莫非就是某个大势力走出来的贵公子啊？是啊，也只有那些顶尖势力出来的天才，才能在如此年纪就拥有这样的实力吧？
啊！我去你大爷的！你的手他妈的是铁打的吗？小屁孩，你倒是不赖呀！我天，你还来？你修有体术，你知道体术？难道你……哎呀！小屁孩，你别跑！你敢推老子，看老子不打死你！我怼你大爷的！你来真的呀！我别以为肉身比我厉害，你就牛逼的了不得了你了！单元8重境，黄金巨强之力。小子，你刚才打我打得很爽是吧？哼，怎么，你小屁孩不服气呀？你果然就是秦族悬赏的那个人。我不是。不是你跑什么呀？有本事你别追，我就不跑。追呀！别让他跑了。哎，那位兄弟说的没错，他要不是秦族悬赏之人，他为什么要跑啊？哼，龙行战法，我跟你没完！你肯定就是秦族悬赏的那个人，故意算计我，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悬还真远，大家快拦住他！你们这群傻叉，我根本就不是秦族要找的那个人。你说不是就不是了，没错。你说真的不是，就束手就擒，让我们看一看你是否是叶了容了。宁可错杀别放过，先抓住这小子再说。大爷的，这是你们逼我的。如果我的修为达到了单元6重境，以天虎啸月丹开启人体筋骨秘藏之后，天罡境也将无惧。或许我可以借助这一缕从紫霄宫中得到的混沌气，来促成我练就五行之体呀。我有麒麟圣火的火种，只要我能够促进水火之力的融合，将来再找寻到其他3种本源之力凝聚的灵物，五行之体可期呀。此子倒是有些手段，竟然转移了目标，让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追踪另外一个人。既然被我们找到了，此次便是插翅难逃。年轻人，停下吧，你走不掉，又何必徒劳呢？我不明白，你们秦族高高在上，为上古传承，为何要为难我这个后生小辈呢？你修有上古禁忌功法，当诛。轮回为禁忌，你身怀轮回眼，便是触犯了禁忌，天地之大都无处容你。是上古秦族的强者，凌空而立，掌控天地之力，是占灵境的存在。秦族的人为何出现在这儿啊？哼，你以为躲进了人群便可逃避吗？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找出这个人，否则我便屠城。什么？屠城？秦族的人有屠城？哎，上古秦族的人也未免也太霸道了吧！一言之间就要屠杀无辜之人啊！我操！视人命于草芥，秦族之人也不过如此嘛。何人敢挑衅我秦族？我很早就想要领教秦族的阵势神诀了。星辰占领，大家快逃啊！秦族的人要屠城啊！城啊！跟秦族的这些人拼了！上古秦族，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仙儿，对不起了。哼。危险的地方同样也是安全的地方，我需要找一个栖身之所，先把一身修为提升上去。没想到轮回眼的秘密这么快就暴露了。凭借这2种战技秘术，即使是我只是动用单元6重境的真元修为之力，单元7重境的人也不是我的对手。夫君，你说的灵湖就是这里吗？没错，菲菲，这里就是我说的那个灵湖了。这片区域呢，属于月印林比较危险的地方。当初我也是无意间来到这儿，发现了这里的秘密。姐夫，这里真的有宝物呀？放心吧，你是岳飞的妹妹，我是不会骗你的。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死鬼是怎么想的，是不是看上了我妹妹月兰？哼，如果这里真的有宝物，到时候你把宝物给我们姐妹，
我和妹妹共侍一夫，也不是不可以。那也要先得到这里边的宝物再说呀。我来这边探查过几次，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气息传递出来的时候，才是进入湖底的最佳时机。但是这湖里边有一头赤火蛟，我们3个人联手才能够斩杀掉。岳飞、岳兰，你们先后退，我将那头畜生引出来。快逃！好你个死鬼！你他妈是想要坑死老娘吗？就算是我们3个加在一起，也绝对打不过一头天罡6重级的凶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跑啊！哎，我也不知道这头赤火蛟怎么就变成了天罡6重境了。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它还是个天罡4重境的呀。快把嘴里的丹药吞掉，那是我找人炼制的飞羽丹，服下之后就可以让我们速度变快呀。姓徐的，你下毒！你们姐妹老子早就玩腻了，临死前能帮我弄死这头赤火蛟，也算是功德一件。哼，没有灵智的凶兽与妖族就是没有可比性啊！我徐某人为了弄死你这个畜生，谋划了3年。这3年来，我徐某拼尽全力的赚取玉璧，才买来了阵盘和剧毒，终于算是弄死了你这头畜生。岳飞、岳兰呐，你们可别怪我，要怪只能怪这头畜生抢走了我3年前在这里发现的玉髓。嘿，不过有了玉髓之后，我的修为就可以进境神速，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成为天罡7重境以上的强者。你们姐妹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哼，我见过很多畜生，但像你这种卖队友还卖得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畜生，还真是并不多见呢。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以你的年纪，一身修为不可能达到天罡境，而我则是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即便是我已经身受重伤了，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哼，然后呢？这样吧，这头赤火蛟是天罡4重境的凶兽，它的鳞甲和元丹是最值钱的，都给你了，你看如何？哼，你当我是白痴吗？我刚才可是听说你说这个湖泊里边有玉髓的。看我的眼睛，这是什么眼睛？像你这种垃圾，我杀过不知道多少。赤火蛟已死，这片区域的天地元气比别的地方浓郁，很快就会吸引其他的凶兽过来争抢地盘。这里的玉髓足够我修炼一段时间了。聊胜于无啊！等到将来从山林中出去的话，这些纳戒里边的东西也能换些玉璧当零花钱了。10地战尊诀、9天神地诀、1缕混沌气，我这是要逆天吗？修为的提升速度变慢了，依靠资源的堆积，我所需求的3品丹药是一个惊人的数量啊！目前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这一世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阻挡我前进的脚步。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找到我的？难道说你在我的身上留下了什么标记？标记倒是没有，我说是巧合，你信不信？巧合？喂，你四处乱走，就不怕再被算计吗？小男人，我可以认为你是在关心我吗？少带胡诌！你们狐族玄冥菩提诀虽然是不错的炼魂功法，但仅凭灵魂威压就想要试探我，还远远不够。不用再做这些无用的试探了，说出你们的来意吧。传说中的轮回眼，名不虚传呢。轮回是上古时的禁忌，传说比上古更久远的时代，9世轮回诀被封存于恶鬼深渊。你放心，老夫对你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毕竟我这孙女的命是你救的。哈，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九世轮回诀传承来自于比上古更久远的时代，我们狐族的祖先在上古成就真神，也接触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与禁忌。轮回九世，眼现九纹。古今以来，轮回眼并非只有你这一双。虽是禁忌，但仍旧有很多人想要去探寻。你已经被上古秦族的人盯上了，就跟着我去妖族吧。哈，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一个人习惯了，不想去妖族。你别无选择。跟我们去妖族不好吗？如果不是我打不过你爷爷，我会与你们同行。没想到吧，你会落入我的手中。喂，你以这种方式来报答我对你的救命之恩吗？确切地说，那是一场交易。你以天香果帮我重塑身体，我给了你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哼，说起来还是你赚了。救命之恩大过于天呐！莫非你觉得你这狐族公主的性命还比不上区区一门炼魂功法的残篇吗？什么叫区区？那可是上古4圣之一，无敌于9天的神帝开创的炼魂之术，是无上的神术。你家的那个老狐狸把我留下，到底有什么目的啊？想要从我的身上得到什么？那可就多了。爷爷说你的轮回眼已经有9纹之多，代表圆满，意味着你轮回过8次，这是第9次。9为数之极，传闻9世轮回诀修炼到这一步，当可铸就一世无敌。你的身上肯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你的肉身很强大，肯定修炼有强大的炼体功法，那可是上古时代都极其罕见的淬体之术。还有，你那么想要得到9天神地诀的天罡篇，爷爷说上古至今从未出现过的入门篇，很有可能就在你的手中。莫非我陷入了一个死局？怕了吧？不过你不用担心，毕竟你救了我的命，无论如何爷爷都会护你周全。我们狐族也不是恩将仇报的小人。那我可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这个小狐狸，我会沦落到这种处境啊！要不是打不过你爷爷，信不信我把你给就地正法了呀？你这个粗俗的混蛋！去，你想逆推我呀？我杀了你！哎呀，你的小嘴倒是挺甜的，过来，再让爷尝尝。哎，我说丫头啊，你也太狠心了吧！我救了你的命，亲了你的嘴儿，你也算是我半个媳妇儿了，居然要谋杀亲夫啊！哎，不过你要杀我也可以，我有一个心愿未了。你有什么心愿？我听说你们狐族的女子都会双修术，我还没和你试试。如果就这么死了，岂不可惜呀？哎，你会寒阳术吗？混蛋！哼，就凭你还是个雏的小丫头，也想跟我斗？楚尘，你这个混蛋，我早晚要好好的教训你！楚尘，你这个混蛋，调戏小狐狸，为老不尊！小狐狸啊，长夜漫漫，无心安眠，你是来与我探讨双修之术的吗？你能不能正经点儿？你想不想知道仙儿的事情？告诉我，仙儿在哪儿啊？喂，我对你深美难记呀，毕竟你是狐族公主啊。如果能把你给泡到手，整个狐族的力量都可以为我所用啊。你最好还是收敛点。虽然爷爷说你是轮回转世的强者，但现在的你却连天罡境都没有达到。就算你想要泡我，起码也要等你有了可以打败我的实力再说。小狐狸，你不会真的是看上我了吧？
怎么，你想不认账吗？有生以来，你是第一个轻薄我的人，还咬了我的唇，夺走了我的初吻。如果我告诉爷爷，我敢保证，我爷爷绝对不管你有什么来头，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阉了，然后剁碎了喂狗。我靠，你要不要这么心狠呢？哼，怕了吧？既然怕了，就好好的修炼，将来要对我负责。哎呀，我好怕呀！你知道怕就给我老实点儿，不然的话，我可不会像上次那般手下留情了。仙儿的身份可不简单，她是秦族这一代圣主流落在外的私生女，真名叫做秦水仙。根据我从秦族内部打听来的消息，在20年前，秦族圣主与人交手，遭遇强敌，击杀对手后，自身也受了重伤，一身修为近乎全失。后来，他被一位女子所救，情愫相生，有了一个女儿。但没过多久，有仇家找上门来，秦族圣主担心他们母女被连累，于是就将他们送走，独自面对强敌。结果秦族圣主回去的时候，那对母女却不见了踪影。后来暗中寻找了很多年，也没有音讯。这次之所以发现，还是因为秦族长老与龙神宫强者在人族城池的上空大战，仙儿逃难的时候跌倒，露出了肩膀上的胎记。胎记？没错，仙儿的左肩后面有一朵青色莲花状的胎记，秦族的人也一直都以此为线索寻找她的下落，但仅限于少数人知晓。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又恰逢秦族圣主降临这一带，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亲生女儿继续隐姓埋名的生活下去，为她证明成为秦族嫡系。不过你可以放心，就算我们妖族和秦族之间仇深似海，将来若是遇到仙儿，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天色已晚，不如留下来歇歇。登徒子，唉，呸！将来吃下一只小妖精也不是不可以啊。上古秦族和太乙圣地联手对付妖族，两大人族圣地及传承，必然也都会有巨擘级的大人物出现。这是一场龙争虎斗啊！这片天地，我们妖族的势力，终究还是不如你们人族。我可不想跟着你们去南玄妖族的老巢啊！这可由不得你，而且你还要对我负责，所以你必须跟着我去狐族。姑娘，在下年纪还小，不适合双修。嘿呦呦，之前是谁胆子那么大，动不动就说要把我给强了的？那这样吧，你放我走，10年之后我去妖族找你啊，到时候我就长大了，就可以和你双修了。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拥有轮回眼，10年时间足可让你成长到很强大的境界，你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所以你还是跟着我去狐族，我养你10年。我可不想当小白脸。你就反抗吧，就算是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哦。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你刚才不是还说你年纪小，不适合双修的吗？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啊，以妖族和上古秦族的恩怨，你们妖族应该不会主动退让才对啊。但是上代狐主和龙神公主却是选择主动退避，这有些不太正常啊。果然是轮回转世过的家伙，你猜的没错，南玄那边的确是出了一点状况。南玄的太古魔窟很不平静，每当夜间就会有日月星辰的光华犹如银河坠落，落入到了那太古魔窟的深处。此外，亦有人亲眼看到，在那太古魔窟中有一些生物出现，体型庞大，呼风唤雨，气息恐怖。也有人听到太古魔窟中有百鸟争鸣，神光乍现，琴音缭绕。有人听着琴音走进了魔窟，一去无回。那按照你这么说，你们妖族打算撤退返回南玄，是因为太古魔窟的事情？最近几天就要走了。
不如你和我双宿双飞，别回南玄了。你的美男计对我不管用啊，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与反抗了，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回狐族，我保证不会让爷爷伤害你。什么时候我能够将人体秘藏完全开启？不知道我的肉身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是我唯一脱身的机会了。这西玄的藏龙地，你知道多少？据说那是上古龙神的埋骨之地。狐族的古籍中留有记载，真神亦有大限。上古龙神在大限来临前，前往某个禁忌之地寻求八阳木，结果一去无回。八阳木？没错，天地奇物榜排名第3的八阳木。我听爷爷说，传说中的八阳木乃是无尽遥远的时代，绝世大能出手摘下了8颗太阳，以8颗太阳为种子培育而出的绝世灵根。传说，如果有人可以将之炼化，便可身怀8阳之力，也就是8颗太阳的能量，焚天煮地，所向无敌，简直就如神话一般。这传说终究只是传说呀，纵然是上古真神，也无法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捉星摘月，终究只是神话与传说呀。那可不一定。我们上古时代的狐族祖先留下的记载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什么话呀？祖先说，天地之外是无穷，五玄亦不过是漫天中的一颗星。实际上，不光是我们狐族的祖先，上古时代的一些真神也都留下过类似的言论。大概的意思就是，五玄大陆的天地之外是无穷大的世界，五玄大陆也只是漫天星辰中一颗微不足道的星辰。哈哈。真神也没能走出去，想这么多又有何用啊？你的轮回眼是一个关键。关键？是的，祖先留下的记载中提及过90轮回诀。他说，那被封存在恶鬼深渊的轮回功法，是一个禁忌中的禁忌，与上古前的岁月终结有关。所以你应该明白，你这辈子大概都只能留在我们妖族了。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妖族绝对不会像上古秦族那样试图掌控你。你以为我会相信啊？确切的说，或许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相信你，但是我不会相信别人，尤其是你那个祖爷爷胡13，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许你这么污蔑祖爷爷！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似乎对祖爷爷颇为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人？对了，我还记得你施展过人皇印，那可是你们人族的无上联印之术。你还说有人曾经踹过13祖的屁股，我回去之后一定要去问一问祖爷爷。不行，我必须想办法离开这儿，绝对不能去妖族，更不能去狐族。你是不是想着怎样逃走？这里是妖族的据点，天罡境的妖族随处可见，你才单元级修为，跑不掉的。小男人养成计划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喂，丫头，我不跟你开玩笑啊！我的修为追上你只是时间的问题，到时候有你哭的。人家好怕怕哦。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你如果真的比我强大，你会如何呢？嘿嘿，我会让你哭的。那人家可真的是很期待呢。哎，这是有人要徒手撕裂虚空而来呀！什么？难道是上古秦族的人来了？是他们？小男人，你要去哪儿？你想逃走可没门。我可没打算逃，咱们如今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这是要去和秦族的人大战呢。哼，你休想骗我，就是想要趁乱逃走。要你拿命来！这个小男人太混蛋了，趁着我出手的空隙逃掉了。他难道不知道，以他那点修为，在这混战中很容易被误伤的吗？哎，抓住他！是族内长老钦点要寻找的那个少年。哎，没想到他居然和妖族的人走在了一起，难怪遍寻这一带都没能找到他呀！我是你们爷爷吗？你们到处都在找我。
大爷的，爷爷在此，孙子们赶紧过来呀！小兔崽子，你找死！有本事你给我站住，我一只手就能碾死你！有本事给我10年的时间，我踏平了你们秦族的大门！秦明月，我是应该叫你楚凌天呢，还是应该叫你楚尘？我当初卖给你丹药，你应该谢谢我才对，为什么要追我？小弟弟真会开玩笑，我如今是秦族弟子，长老有令要抓你，我也没有办法。不如你别跑了，我抓你去领赏。我领你大爷！你是何人？秦族的人为何要追你啊？你又是什么人？我为太乙圣子，你若告诉我的话，或许我可以保你一命啊！我去你大爷的！你找死！哼，灵文，你也是灵文师，你的身上果然有秘密，修为不如我，却能够干扰我的灵文，可见你所施展的灵印非同一般呢。向你的左手边逃，那边有一座空间灵阵，可以将你传送离开。谢了。不到1年前，我只是一个炼体3重境的废材，但是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我的修为便达到了丹元7重境。我不管你们是否知道我的来历，但谁若是敢动我的家族，将来我归来之日，就亲自踏平一切。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从炼体3重境达到了丹元7重境。哎，丹元7重境而已，不值一提，也敢拿来威胁2大圣地。哎，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丹元7重境的武修，却是拥有一头黑色囚龙之力，一头青蛟之力啊！这什么概念呢？怎么可能？区区一个10几岁的少年就能有丹元7重境的修为，只能说他天赋不错，但是一身实力不可能有这么强啊！肯定是虚张声势罢了，想以此来威胁2大圣地。哎，10几岁的丹元7重境，2大圣地亦有不少，不值一提呀。莫小婉，这份人情我记下了。对不起，这朵梅花呢对我很重要，可否让给我？是我先拿到的，你这个人怎么可以随便去抢别人的东西？那个，很抱歉，这朵梅花呢对我太重要了，我可以给予你其他的补偿。哎，我说你们2个人别耽误我做生意啊！你们谁先拿出100块玉币来，这朵梅花就是谁的。什么？100块玉币？枝叶都已经干枯的一朵梅花而已，怎么可能价值100块玉币？哎，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我是摊主，我的东西自然价格由我来定啊！哼。我给你10块玉币，你将这朵梅花卖给我好不好？10块玉币，这位小兄弟，如果你拿出了100块玉币的话，这朵梅花就是你的了。哎，那个，实在是很抱歉，不过这朵梅花对我真的很重要。作为补偿，你可以随便挑选一件东西，我来付账。不用了，告辞。无所谓了，得到这朵梅花比什么都重要。哎，老板，这朵梅花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哎，那个，大人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这朵梅花对我比较重要，所以我想要知道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哎，那个是在空源城南边的寂灭岭附近捡来的。那个，如果大人觉得不合适呢，我可以将玉币退给大人。寂灭岭，石门之上的灵纹尽毁，以无量玄铁石打造的门户，铭刻了灵纹的加持，还是被击碎。就算是巨擘级的高手也做不到，唯有动用真神器才可以。9世轮回诀中有记载，后世之身不可与前世之身接触，否则就会有大劫难。但是9世轮回诀中同样也有记载，如果轮回9世功成圆满之后，这种禁忌也就不再存在了。难道说我这第9世身要去挖我前面几世身的坟墓吗？寂灭岭的事情我倒是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寂灭岭的事儿，但是你必须把刚才的那朵梅花给我。你知道寂灭岭的事情？没错，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可以告诉你。那朵梅花我妹妹很喜欢，所以希望你能把它还给我妹妹。这位朋友，
我可以用150块玉币买下那朵梅花。这一点呢，我无能为力，因为那朵梅花对于我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不过呢，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关于寂灭岭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将那朵梅花还给我妹妹的话，那么我无可奉告。我想你用错了一个词儿，那朵梅花是我买的，不是我抢的，所以没有还给你这么一说。对于我来说，我妹妹看上的东西却落入到你的手中，那么你就是那个抢走了我妹妹东西的那个人。莫非你要跟我动手吗？你是一个拥有纳戒的人，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但是我们兄妹也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妹妹被空元门的一位长老看中，很快就会成为那位长老的弟子。威胁我的话，你就不需要多说了。这样吧，我们换一种交易的方式，你告诉我寂灭岭的事情，我解决你体内的病症。病症？你怎么会知道？实际上呢，我是一个医师。你的眉心略有发青，瞳孔有暗色，心跳的频率也不稳定，还有你体内的真气流转也不顺畅，如果强行运行就会有痛心之症，可对啊？这是因为你之前呢试图强行冲关，结果冲关失败。如果失败的时候你就能够收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却并不甘心，又强行冲关，于是呢就留下了病症。如果再严重一些的话，你有可能就会走火入魔，也就不会坐在我的面前了。那公子可有办法化解啊？那个我也去寻医过，但是很多医馆水太深了，我花了不少的玉币，吃了一些汤药，却根本没有任何的缓解症状啊。那说明你遇上庸医了。所谓庸医害人呢，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再过2个月，你这一身聚气7重境的修为就全废了。不过呢，还是那句话，我给你指出一条明路，但是条件是，你告诉我寂灭岭的事情。如果你告诉我的信息让我满意，我就不收你的诊金；如果不让我满意的话，那么我最少也会收你5000块玉币的诊金。5000玉币？所以呢，就要看你给我提供的消息有没有这个价值了。那我这里有一份手札，你看了之后就知道了。你这份手札是从何得来的？我祖上所留。过去的时候啊，我们徐家也是一方大族，因为1600多年前的老祖陨落，家族日渐式微，逐渐的没落。到了我这一代，家族中过去的功法战绩早就失传了，不然的话，我也不至于都快20岁了，才聚气7重境的修为啊。你这份手札对我来说很有用。既然我给你提供的消息有用，那么你这样啊，回去之后按照这个药方，每天服用2次，间隔6个时辰，5天之内你的病症就会恢复。啊，真的？真假与否呢，就要你自己去衡量了。药方上面所需要的灵药也都是很常见的，一副药大概不到10块玉币，最多100多块玉币，你就可以恢复了。多谢。喂，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妹妹！我说你这个瓜娃子咋就听不进去呢？老头子是要收你的妹妹当徒弟。我才不要给你当徒弟！你快放了我妹妹！空元门的长老已经答应要收我妹妹当弟子了，你敢带走我妹妹，空元门一定不会饶了你的。公子，请帮我救救我妹妹啊！小家伙，你不简单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明白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这个小姑娘比起来，老夫对你更感兴趣。凌空飞行！天哪，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乞丐竟然是一位战灵境以上的强者！哎呀，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今天算是长见识了。恩公，谢谢你！开启人体秘藏的单元7重境，你小子很不一般呐！你居然可以看得出我开启了人体秘藏？我呸！那些凡夫俗子看不出来，岂能与我这老头子相提并论？行，你想问什么？
哎，我说你这个小家伙倒是很平静啊，一点也不像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呐。你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家伙呀。你居然知道我活了几千年？确切地说，我知道你已经活了4000年了，能够将涅槃境修行大圆满，放在上古时代也是很罕见了。你到底是谁？我曾经在一本古籍中看到过一些记载，其中就提及，在3000多年前，有一个走火入魔的妖族强者要屠掉一座城，而那个妖族的强者，据说已经是占领7重境以上的修为，但是那座城中却是走出了一个老乞丐，一掌就拍死了那个大妖。后来妖族要追究此事，甚至派遣出巨擘级的强者，却还是被那老乞丐一巴掌拍死。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你，但是看你的反应，3000多年前斩杀妖族巨擘的人，应该就是你了。至于我之所以猜测你已经活了4000年以上，是因为当年的事情闹腾的是沸沸扬扬，关于那个老乞丐的身份也被人给挖掘了出来。哼，你一个10几岁的小娃娃，知道的东西倒是不少啊。我知道的还有更多呢，比如传说中上古4圣之一的人皇曾经君临天下，扫平一切。人皇山与日月同辉，纵然上古时代人皇已经销声匿迹，但是人皇山依旧是上古时代最强大的传承之一。4000多年以前，人皇山倾尽一切对抗传说中的禁忌，结果被一只大手从天而降，化作了废墟，自此成为禁忌之地。但是传闻当中，人皇山唯有一人避开了那场劫难。你说的这些可不是普通的人能知道的。哼，这点你倒是没有说错，因为我的确不是普通人。我说你的心情似乎很烦躁啊。我想杀人。杀人如果可以化解烦恼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你杀了人，那你的烦恼就真的可以化解了吗？啊？哎，我能够感觉得出来，你的身上有很多的秘密。实际上，一个人背负的秘密越多，他的烦恼也就会越多。哎，石头，哼。你们秦族的人可真是够霸道的呀，直接就用净光照我。询问过我的意见吗？你既然知道我们是秦族的人，那么就别躲开，老老实实的让我们用净光笼罩。我们再找一个人，只要你被净光照耀，不是我们找的人即可。你们要找什么人，与我何干？我好端端的站在这儿，你直接拿镜子照我，可询问过我的意见呢？哼！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你是在质疑我们秦族的尊威吗？尊威？若是强权霸道、蛮不讲理就是所谓的尊威，那么你们秦族的确是很威风，但同样也很垃圾，让我不屑一顾。找死！好大的胆子，敢羞辱我们秦族！不知死活的东西，还不给我跪下认错受死！年轻人，小心祸从口出啊！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和你浪费墨迹。你让我用圆镜照一下，只要你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我可以不与你计较。我凭什么让你照啊？哼！至于你说的计较，似乎是你们秦族蛮不讲理，反过来却说不跟我计较。你是来搞笑的吗？护法，弟子这就去将这小子擒拿过来。不好！啊，怎么了，米老？你们难道就不会想一想，那个年轻人为何可以身处那个火焰灵阵之中，而安然无恙吗？回来！哼，现在才发现，似乎是有些迟了吧？你们3个联手去将他拿下，老夫承认失算了。没想到你区一个单元境的小辈，居然不光可以调动这座灵阵中前面2重火焰，连第3重火焰都能调动。不论你是不是我们秦族要找的那个人，你都需要跟老夫走一趟，是生还是死，你自己选择。哼，
一个快要老死的涅槃境而已啊！不老老实实的待在族中等死，偏偏要跑到这儿来送死。老夫更加可以确定，你就是我们秦族要找的那个人了。轮回转世为禁忌，你碰了不该碰的东西，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老夫倒要看看你还能淡定到何时。老家伙，你若是再不出手，我就要挂了！你遇到麻烦了？你说呢？切！您是何人？切！区一个将要垂暮老死的涅槃一重境，还没资格知道我的来历呢。你好大的口气！无论你是什么人，我秦族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否则小心罪祸天降。啊呸！秦族还了不起吗？既然你快要老死了，我就送你一场，让你早死早脱生。肉身异象，这么快就领悟了？麻烦我已经给你解决了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了，后会有期。你是什么人？混进我空元门，又有什么目的？陈长老何出此言呢？哼，徐猛这孩子太老实，他对你也不了解，但是老夫却知道，秦族的人曾经来过这里，正在寻找一个人。你被老乞丐带走，秦族的人立刻就追了上去，这一切的迹象都可以表明，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就在前不久，秦族宿老在鸡鸣岭的方向被杀，秦族通缉那个老乞丐，所以呢，老夫会将你拿下，交给秦族发落。唉，何必呢？放心，我不会杀你。当然了，如果你大喊大叫的话，恐怕整个空元门都将就此成为历史了。你到底有什么目的？首先呢，你要对我的身份保密；其次，我要混在前往地庭传承选拔的30个名额之中，前往南玄之地。你的目的是要去南玄？这不可能！秦族和太乙圣地封锁了前往南玄的路径，一旦被发现，就会万劫不复。哼，不好意思啊，我并没有让你和我讨价还价，也没有给你任何选择的余地。我在你的眉心识海铭刻了一道灵文，这道灵文除非是我亲手化解，不然的话，10天之内你必然暴毙。当然了，你可以不在意你自己的死活，但是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空元门，该如何选择，你自己衡量吧。啊，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件事情过后，你就和我们空元门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如果你被秦族的人抓到，你也不能说是我帮了你。如果你无法答应这一点的话，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帮你。成交。陈长老，你是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哎，老夫这不是担心这无尽之路上会不会出现什么凶手和危险吗？这可不像是陈长老您的风格啊。没办法呀，毕竟这一趟事关重大呀。是啊，如果能有弟子被地庭选中的话，我们空元门也能得到不错的奖励。来者止步！这位秦族的俊杰，我们是空元门的人，带领弟子前往南玄一座人族地庭参加选拔，这是通牒。通牒无误。慢着！可是空元门的人呢？启禀前辈，我们的确是空元门的人。最近空元城那边呢，有可疑的人出现，所以需要重新检查一遍。若无差错，自然就会放你们过去。袁静，是他，果然是你。没错，就是我。哎，我说你们秦族他妈的都是属狗的吗？啊，一次次的都找到我的头上来啊！
陆乞丐带走的人是你，这么说，杀死秦迷的人真的是陆乞丐？你和陆乞丐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跪下来喊几声爷爷，老子兴许一高兴就告诉你了。他竟然是秦族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喂，听说秦族为了找一个叫楚尘的人，寻遍了南玄与西玄的交界地带都未能找到啊！这一次你无路可逃了。就不需要为难空元门的这些人了，我是混进来的，他们也不知道。很可惜，这里你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格。资格？我倒是要问问，怎样才算是有资格呀？你也不需要知道，起码以你区单元境的修为，不可能有这个资格。哦，你似乎对单元境完全不屑一顾啊。那么我倒是想要问一问，你这位高高在上的老家伙又是什么修为？放肆！竟敢对太上长老无礼！哎，不用着急，他无路可逃。之前在那妖族据点之时，你以空间传送灵阵逃走，告诉我是谁帮你逃走的？你妈死了。你若是说出来，可免一死。你妈真的死了？小畜生，你好大的胆子！太上长老让我出手逼了他，就算不杀了他，也要给他一些教训。无需动怒，就算让他逞口舌之力又能如何？哼，他单元7重境就能有天罡级的实力，可见他的身上必然有秘密，老夫要一窥究竟。果然有古怪，不愧是轮回转生之人，你过去的前世必然成就不低呀。可否告诉老夫，你前世是谁？应该不是无名之辈吧？哼，你还没那个资格知道。莫说是你，就算是你爹你爷爷也没这个资格。受死！纵然泥人还有3分火气，你真当老夫不会杀你吗？老夫给你2种选择，一种是你主动打开识海，让老夫种下禁制，自此以后你便是我秦族的一个奴仆；另外一种，便是老夫亲手挖走你的双眼。水之本源的气息，还有火之本源的气息，看来你身上的秘密不小啊！你体质似乎是罕见的玄寒之体，在水属性的体质当中也算是上层了。而你的体内似乎隐隐有种强大的火焰气息，看来你得到了顶级的火种。你的玄寒之体的本源不错，拿去给圣子炼化，当可让他的体质更进一步了。哼，你就这么笃定，吃定了我了吗？你把我当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了？莫非你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吗？就算是你用自爆轮回眼来威胁也无用。近距离之下，老夫若要杀你，你连自爆轮回眼的机会都没有。妹妹，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看到那朵梅花，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朵梅花，傲凌于天，哼，故弄玄虚。这不可能，不可能！这世间怎么可能还存在有这种级别的存在？聒噪，是你吗？看来你成功了，这应该是数万年以后的时代了吧？李涵，我一直都在找你。将来你若遇到和我一样内心有梅花印的人，他就是我。你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因为我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只求在轮回之后能再次与你相见。我愿化作那一朵梅，
烙印在你的心间。林寒，我们还会见面的。此事任何人都不得说出去，否则必然会引来杀身之祸。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快走！对，快走，快走！老身刚才说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太上长老，我不同意你的提议。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而只是通知你，你明白吗？青儿的天赋很高，如今也已经是天玄宗大长老的弟子，身兼天玄宗与我穆家的传承，将来的他必然可以继承我的位置，成为下一代家主，不需要牺牲他去依附其他的势力。放肆！对方乃是太乙圣主的弟子，纵然不是圣子，也是候补人选。若能与之联姻，对我穆家意义重大。我不同意。穆小婉，你越来越放肆了。你可不要忘了，若非当年婉君违背了族规，这个家主的位置还轮不到你来做。身为家主，我们4大太上长老的命令，你只能去执行，而不能反驳。除非你想和婉君一样，去那万寒洞内度过余生。去吧，这件事情就由你亲自去和青儿谈谈，不得有误。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答应的。那4个老太婆毁了我的家，囚禁了我的母亲，废了我父亲的修为，甚至差点杀死了我的哥哥。我就算是死，也不愿被他们所利用。万一你说过你会想办法救出母亲，会想办法让我们母女去和父亲哥哥团聚，你答应过我的，也答应过我娘的。青儿，我和姐姐当年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青儿，你走吧。走。是的，离开穆家吧。以我对太上长老的了解，你若不从，他们也会想办法将你控制，然后让你强行与那太乙圣主的弟子联姻成婚。你不是一直都想要知道你哥哥的消息吗？实际上，当初救了你，把你送回来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哥哥。我想，你自己也应该想到了这一点。去找他吧，他不是普通人。我听说了一些消息，秦族的人之所以追捕他，是因为他是轮回转身之人。你说他真的是我哥哥？他是我哥哥，为什么他不认我？不是他不想认你，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傻孩子，无论如何，当年的事情都是我一手做的，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你，对不起我姐姐，也对不起姐夫。如今我也真的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还能为你做的就是让你平安的离开穆家，然后你去找到你的哥哥。如果他真的是传说中轮回转世的人，那么他将来一定会成为让诸圣地都忌惮的存在，到时候你们一家人的团聚就有希望了。哈哈哈哈！你觉得是我厉害，还是姓陈的厉害？范哥真坏，陪你出来的时间太久了，我该回去的了，不然夫君会怀疑的。这么急着回去做什么呀？范哥，不要在这里，我们下次。下次是下次的事情，这次你先满足了我再说呀。我去，这是要上演一副活春宫吗？居然能够发现我，重树，哼，你倒是有点见识，还知道重树啊？你自认为隐藏得很好，但是却逃不过青鳞虫的眼睛。
你是虫谷的弟子，一个死人不需要知道的太多。看到了你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我就只能把你的命留在这里了。哈，4品灵纹，冰属性之力。住手！火属性的4级灵纹。三哥，你没事吧？娘呀，杀了他！不好，被他逃掉了。我们赶紧回去，否则如果他是陈有生派来的人，我们2个都要死。狗男女，他们似乎很担心关系暴露，可见应该是那个女人的夫君，不是简单的人物，所以他们才会想要杀了我，以免奸情暴露。这片区域基本上都已经被我找过了，阴阳5灵纹的材料连根毛都没找到，看来只能去武者云集之地，看看能不能买得到了。你好，哦，我叫邵延拓，朋友怎么称呼啊？我叫楚凌天。我在这片区域历练了接近1年，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你。你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吧？作为过来的人，我希望你能听我一句忠告，在这里混迹的人呢，都是些心狠手辣之辈。你一个人单独行动的话，一定要小心被人盯上，否则就会非常的危险。多谢你的忠告啊！正好我也是一个人，不如楚兄和我一起，这样我们也能互相有个照应。你觉得呢？正好我也没想好去什么地方，不如就先和少爷兄一起吧。那太好了，有楚兄和我一起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去猎杀单元10重境的凶兽了，这样赚取玉币的速度就能更快了，也能买到更多的丹药，尽早修炼到天罡境了。我们去天华城吧，距离这边还是比较近的。不过天华城那边有一个宗门叫做天炎宗，是一个皇朝级的传承，我们尽量不要招惹。既然如此，那就去吧。啊，最近南玄很不平静啊！哎，不知楚兄听说了没有？前段时间呢，南玄妖族和西玄2大圣地打起来了，听说涅槃境的太上长老级都死了好几个呢。啊，如今我们南玄也不平静了，太古魔窟经常会有异象出现，许多人都跑去碰运气了。太古魔窟为世间最为可怕的禁忌之一，就算是屹立于武玄巅峰的强者都要避之不及，还有人主动跑过去啊！看来楚兄你是真的不知道啊！最近太古魔窟呢异象频现，有人在边缘地带捡到了宝物，这消息一经传出啊，就有大批的散修武者蜂拥而去。哦，什么宝物啊？据说是可以炼制上品灵气的珍贵材料呢。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啊，楚兄，如果你没有来过天华城的话，那么你就要听从我的一句劝告。这天华城的北边区域啊，就是天炎宗的所在。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呢，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过去。马启昌，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去你的！敢和我们马哥装傻充愣！嘿嘿，赵钱，你注意点，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兔儿少说话呢？啊，你难道不知道兔儿少可是传说中某个大人物的后人呐？哎，我说兔儿少，您可是大人物的后代，欠我的500万玉币什么时候还呢？啊，500万玉币？我当初明明只是找你借了50万玉币，什么时候变成500万了？哎，兔儿少，话可不能这么说啊！3个月之前你借了50万玉币，但是3个月之后那就是500万了。如果再过3个月你还是没能还上的话，那就是1000万玉币了。太过分了！哼，就算是利息再高，3个月也不可能从50万变成500万。我是绝对不可能还给你这么多玉币的。哎，我是债主，利息自然是由我来定。老子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一次你要么还给我500万玉币，要么老子就抓走你的妹妹。你的妹妹虽然是个病秧子，但是长得倒是不错，老子让她接客，一次10万玉币，绝对不亏。你去你祖宗！胆子不小啊，居然敢袭击我们马哥！滚！给我打！给这小崽子一点教训！还真以为自己是大人物的后代呀？真拿自己当根葱了是吧？哼！老子只给你3天的时间，
3天之内，你如果不能拿着500万玉币过来，老子就开始让你妹妹接客。我妹妹呢？我马某人还是很讲规矩的，现在只是把你妹妹请过去做客，但如果你不能如数还上玉币的话，老子和兄弟们就先尝着鲜儿，然后就让他去接客，给老子赚钱。呸！戴着斗笠的小兄弟，你是邵元拓的朋友？算不上是朋友，只是认识而已。既然如此，那么这件事情就和你无关，这趟浑水你也最好别趟，明白吗？啊？你是威胁我？妈，敢跟我们马哥这么说话，找死吗？手机！找死！居然敢还手！弄死他，给赵哥报仇！你到底是什么人？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视线！朋友，未免太霸道了吧？要知道，在这天华城中，天炎宗才是这里的主人。你是天炎宗的人？我马某人虽然不是天炎宗的人，但却是给天炎宗一位大人物做事情的。我看朋友你的实力不俗，我马某人也喜欢结交你这样的朋友。只要你不插手这件事儿，卖我马某人一个面子，你伤我兄弟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还可以为你引荐天炎宗的大人物认识，你觉得呢？给你3息的时间，滚出我的视线！你确定不给我马某人这个面子？哼，你算是什么东西呀？想让我给你面子？你配吗？你还有2息的时间，你不要欺人太甚！还能站起来吗？能。哎，那个戴着斗笠的人好强大呀，根本就没看清楚他的动作，就解决了马其昌和他的手下。哎呀，不过这个人惹上麻烦了。马其昌的背后可是有天炎宗的大人物啊。是啊，这天炎宗可是不缺天罡境的强者呀。此番羞辱，我马其昌若不杀你，誓不为人。楚兄，对不起，你还是赶紧离开天华城吧。马其昌那种人在你这里吃了亏，一定会去请天炎宗的高手来对付你的。唉，我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个人竟然会卑鄙到这种地步。马其昌，我跟你拼了！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去了也只是送死而已。但是我就算是死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妹妹落在那些畜生们的手里而坐视不理。你有没有想过，你过去送死，你死了，你妹妹还是在那些人的手上，她的命运你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楚兄，我知道你不是普通人，你的实力很强，我求求你，帮我救救我妹妹。我邵延拓死不足惜，只求我妹妹能好好的活着。你觉得我凭什么帮你啊？你我非亲非故，那马其昌的背后是天炎宗，因为你的缘故，我已经被牵扯了进来。你觉得我有什么义务去帮你救出你的妹妹呢？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起码你要给我一个让我帮助你的理由吧。她是我的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妹妹，你知道你的妹妹被抓到哪里去了吗？我知道，他们是把我妹妹抓到马其昌的府邸去了。带路。马哥，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算了。不用你说，这件事情我也必须要弄死他。可戴着斗笠的人就算是天罡境的高手，今天我马其昌也要让他不能活着走出天华城。我们现在就去找那邵延拓的妹妹，老子如果不把他干死，以后我就不姓赵。没错，要不是因为邵延拓那个混蛋，我们也不会受伤，马哥也不会被打得那么惨。走，邵延拓那个废物的妹妹倒是长得不错，身材也很棒，玩起来一定很爽。
老子可是早就垂涎许久，不过那个小妮子是个病秧子，估计撑不了几个回合就得被我们哥儿几个给玩死了。不要！救命！青青，我杀了你们！小贱人，老子因为你的哥哥断了一条手臂，如果你不想让你哥哥死的话，就乖乖的听话把衣服脱掉。听话多没意思，他越是反抗，我就越是兴奋。我等不及了，我先来。娘的，什么？啊！不要饶了我！饶！放心吧，我是你哥哥的朋友，是过来救你的。你是哥哥的朋友，我哥哥呢？青青，哥哥，没事了，没事了，以后哥哥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都是哥哥我的错，都是哥哥的错，哥哥的错。哥，你不要这样，是我拖累了你，该打的也是我。那帮畜生没对你做什么吧？多谢这位公子出手相救，不然的话，我就真的要被糟蹋了。如果不是楚兄帮我，我肯定救不了青青，我又怎么可能再拿走这些纳戒中的东西呢？马西昌他们5个人一伙，这些年来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别看他们只是丹元境的武者，但是纳戒中的财富绝对不比许多天罡境的强者差了。既然这样，我只要玉璧，其他的材料归你。多谢楚兄，冲进了我的府邸，杀了我的人，你们还想走？不好！邵元拓，你好大的狗胆！幸亏我去天元宗的路上遇到了高长老，不然的话，可能还真的就有可能被你们给逃掉了。高长老就是此人羞辱于我，还丝毫不把天元宗放在眼里。区区一个藏头鹿尾之辈，你也敢不将我们天元宗放在眼里？哼！虽然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还真的就没将你们天元宗放在眼里。狂妄！不管你是什么人，既然你敢说出这种话，那么我高中心可以告诉你，你就别想活着走出天华城了。天罡4重境，哼，天罡4重境就很了不起吗？大言不惭！什么？这是误啊！杀人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纳戒？我不是为了纳戒，而是因为当初马西昌借给我50万玉璧的时候，我们少燕家祖传的东西放在他这里抵押了，我必须要拿回来。先走再说。你们的速度太慢了。对不起，你和哥哥先走吧，不要管我了，不然谁都走不掉。我就算是死，也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行了，别废话了，把你妹妹交给我，你以最快的速度跑。楚兄的手段真是让人佩服啊！如果你被人追杀无数次的话，这种本领你自然而然的就能学会了。唉，青青是一个苦命的人。如果我早知道马其昌是想要打我妹妹的主意，我肯定不会带着她住在天华城中。如果青青出了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这就是当初我借50万玉璧之时，抵押在马其昌手中的祖传之物。我也知道楚兄你不是一般的人，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报答你，就将这个祖传之物送给你吧。哎，既然是你们家族的祖传之物，你就留着吧。我希望楚兄你能够收下，这是我和妹妹的心意。这可是你的祖传之物啊，你的心意我收下了。混沌气，楚兄，如果你不收下的话，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如果能从马西昌的手里拿回来这个祖传之物，我就一定要将它送给你。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黄盒子里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的祖上是一位传说中的大人物，他留下的东西肯定不简单。既然是你们家族的祖传之物，你也不知道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除非这个少岩拓的祖先存在于比上古更加久远的岁月。
实际上，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没有人知道这个盒子里面是什么了，只知道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东西，代代相传。数年前从我父亲的手里传承到了我的手里。这个盒子一直都没有打开过，主要是因为我们少爷家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打开。不过将来如果楚兄可以找到办法打开它的话，我相信在这个祖传的盒子里面一定不是普通的东西。好，既然如此，那么这个盒子就先放在我这儿。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带着青青去南玄的东北方向，然后找个机会去东玄之地。这几年，根据我找到的一些线索，我的父母在失踪之前似乎就去了东玄之地。可惜我的修为太差了，这几年只能停留在南玄之地，我不敢带着妹妹去东玄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给你的妹妹看一看。啊，楚兄莫非还懂得医术？略懂一二。那就麻烦楚兄了。青青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体弱多病啊，父母前几年外出就是要去寻找可以治好青青的办法，可惜请了很多的医师，也只能是暂时将青青的身体调理好。但是每过一段时间，青青就会大病一场，我很担心她呀。是先天体弱呀。很多医师看过之后都是这么说，即便是吃下一些可以调养进补的汤药和药膳，这青青也基本上吸收的都很少啊。而且好不容易吸收了一点，身体恢复了一些，然后就一点都不吸收了。等到身体吸收的那些消耗完了之后，就会大病一场，如此反复，始终都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说的没有错，看来在过去的时候，你的父母应该也是找了一个不错的医师给你妹妹诊治过。是啊，可惜即便是那位医师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说我妹妹的情况是先天体质的问题，不是医术和药膳就能够改善的，除非可以找到上古传说中的脱胎换骨丹，才有可能让我妹妹的体质脱胎换骨。我觉得你的妹妹她的体质实际上并没有你口中那位医师说的那么简单。啊？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一般正常的先天体弱，如果辅以医术的手段，起码是可以调养恢复正常的。但是你妹妹青青却是不同，连最基本的正常人的体质都不能恢复，这里面就有些门道了。虽然我也没有看出来你妹妹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倒是有办法来解决。啊，楚兄，你说啊，说。这人与生俱来呢，实际上就契合了天地阴阳五行，体质的变化也和阴阳五行息息相关，这是最为基本的东西。我这里呢，正好有一门秘术，便是吸纳天地的阴阳之力，在潜移默化当中平衡体内的阴阳，同时改善与提升自身的体质。难道是传说中的吞阴炼阳之术？哦，你居然知道吞阴炼阳术？是我父母告诉我的，他们在一本很古老的典籍当中找到了相关的记载，所以父母就根据蛛丝马迹前往东玄之地，就是为了要去寻找这门秘术啊。那边的朋友何不现身一见呢？啊，不要无礼，朋友，请过来一叙。这个世界可真够小的呀！你是什么人？刚才藏在附近，有什么目的？我叫楚灵天，是来雷鸣山中进行历练的，但是后来遇到了风雷龙卷，迷失了方向。放肆！在我们少主的面前，岂有你站着说话的资格？还不跪下！我要杀了你！住口！在下陈有生，这位是我们的少主云拓。这3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他们胆敢对少主不敬，所以就被关押起来，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陈有生啊！你认识我？啊，认识谈不上，只是对你这个名字闻名已久。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刚才故意藏在这附近，到底有什么目的？小子，说话客气点，杀了他！玄寒之体，好手段。的确有些手段。实际上我很好奇呀，你小子带着这么一大群人是怎么来到雷鸣山深处的？哈哈，
正所谓明人不说暗话，楚兄，你既然来到了这儿，那么想必也是为了那个地方而来的吧？那个地方，我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哈哈，楚兄，你这样说话可就太不真诚了。你说你是来雷鸣山历练的，但只要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就知道，雷鸣山根本就不是适合历练的地方。哼，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以你所表现出来的实力，我们倒是可以联手而为之啊。这么说，你们身上有地图了？哈哈哈哈，我这里的确有九雷宫的密图。九雷宫？楚兄居然能够找到这里来，看来也是知道一些秘闻的。在2000多年以前，北玄之地的九雷宫被毁灭了，但是九雷宫的核心传承却是被带了出来，最终流落到了南玄之地来。但是后来呢，九雷宫的传承还是彻底的没落与灭亡了。而九雷宫最后的传承，2000年以来都沉眠在雷鸣山的地下。而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九雷宫最后一个传人作画时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虚神之境。虚神境界？没错，就是虚神境的强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九雷宫密图上标注的那个位置，那么不光可以得到九雷宫的传承，还能得到一位虚神境强者留下的财富。哼，想必楚兄你也应该明白，对于上古之后的武玄大陆来说，一位虚神境的强者绝对是大能级的存在了。的确如此。你说你有九雷宫的密图，可否拿出来给我看看呢？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联手的话，自然可以啊。陈护法，以你的实力，应该可以对付这个楚灵天吧？少主放心，这个楚灵天的实力虽然不错，但属下也不是普通的天罡境，拿下他应该不成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到时候如果遇到什么危险的话，还可以让他当一当炮灰。即便最终得到了东西，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翻脸。有陈护法在，本少主自然是放心至极呀。好了，地图你也看了，那么你是否要和我们联手呢？哈哈哈，有人联手，何乐而不为啊？好，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就上路吧。这里距离地图上标注的位置也不算远了。哈，于小子，你是什么来头啊？哈，我更好奇你是什么来头啊？实际上，我感觉我们似乎认识啊。那么你应该是认错了，我从未见过你。我们到了。有灵阵，你的灵魂力感知倒是敏锐呀，看来你修炼了不错的炼魂功法呀。根据我所掌握的线索，这座灵阵的级别不高，而且也不是攻击灵阵、防御灵阵，而只是一座隐匿灵阵。一般来说，隐匿灵阵的作用就是隐匿气息，不被人所发现。根据一些记载和线索，这应该就是可以传送进入九雷宫密地的传送灵阵了。如何开启灵阵？那100块玉璧即可。绿莹，你走前面。我不希望听到你拒绝。当你和别人偷情背叛我的时候，我没有直接杀了你，就已经是对你很仁慈了。我奉劝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耐心。现在你有2个选择，要么我杀了你，让你去跟那个小白脸儿共赴黄泉，要么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可以走了，我不杀你。让少主见笑了。哈哈，陈护法客气了。如果我的女人背叛我的话，我肯定直接杀了。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陈护法你的。真的是九雷宫的密地呀，如何打开？这就需要少主出手了，唯有九雷一脉的后人才可以开启。九雷一脉的后人，一具尸骨。岁月无情啊！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心险恶呀。陈有胜，你果然没安好心呐！没想到你倒是警惕得很呐，根本就不是九雷宫陈护法的后人。不，你错了。
2000多年前，我的祖上的确是九雷宫幸存的护法之一，但是我虽然是他的后人，却并不认为我要帮你得到九雷宫秘地中的传承和宝物，所以从一开始，我只是需要你的血脉来开启秘地，九雷宫的传承和宝物自然是属于我的。你之前主动让这个人跟着一起过来，莫非是想要和这个人联手来对付我吗？这位楚兄，你是一个聪明人，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联手的话，陈有生杀了我之后，肯定也会杀了你，然后独吞这里的宝物。啊，你这个坑货！你大爷啊！你欠我一个人情。我去，你这个家伙比我还不要脸！你刚才都拿剑劈我了，还让我欠你一个人情？你不是陈有生的对手，如果你再多说一句废话，我转身就走。哎，行行，大哥，我欠你一个人情，这总行了吧？就凭你们2个废物，也想联手对付我？其他的人交给你，这个人交给我。哎，好。哼，不知死活。哼，倒是有点本事。黑火焚天，哼，就凭一套战甲，也想挡得住我的攻击？哼，谁说我是要挡住你的攻击呀？水火之力，就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想杀我？5级灵文，绿莹，你去杀了他！你这个贱人！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账东西！没死，快逃！灵文困不住他，再不走的话，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你们谁都逃不掉。不好，只要你停手，关于这里的秘密，我可以全部都告诉你。如果没有你们，我想杀了陈有生也不会这么容易，所以你们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如果你可以将陈有生纳戒中的一个绿色小瓶子给我，我立刻离开这里。哦，哼，这么说来，陈有生给你服了毒药，你需要用绿瓶子中的解药来解毒。给你倒是可以，不过我倒是好奇呀，